我是豆花，欢迎收听好姑娘对于说晚电台。又见面了，今天过得还好吗？工作顺利吗？该完成的有没有完成呢？有没有好好吃饭？今天晚上都要想跟你分享一篇来自于男友先生的文章。突然不想努力了怎么办？周一，朋友在工作时间摸鱼，微信给我发了一条截图，是他在网上看到的话题。突然不想努力了怎么办？随后他说，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，特别是刚刚结束了周末，现在真的是不想努力了，你说怎么办？提不起劲确实很麻烦。我跟他说，你不是一个人，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间接性努力、持续性不想努力的状态。就比如我吧，我昨天晚上也没有更文，就是因为突然不想努力了，所以就偷懒了，没有写，睡了一觉。但是我今天还是得起来写稿子，继续努力。你问我为什么呢？主要还是因为穷吧，因为不写就没有收入了，没收入就会饿肚子。所以如果你也突然不想努力，那你可以听完这篇文章，也许你会找到属于你的答案。我觉得绝大多数人都是带着惰性生活的，从小就能够看出来。很少有学生会喜欢上学写作业，因为用功读书可没有翘课去打游戏更爽。所以也很少有成年人会喜欢上班加班又补班，因为躺在家里面追剧刷手机显然更快乐一点。而虽然因为我写文章呢是出自于个人喜爱，因为热爱，但如果要我选择对着电脑思考并且写出一篇论文，我会选择躺平看电影，因为它更轻松更省事，不需要努力的事情谁都想要。可是不努力的话，以后会很惨的。不需要用功就能够考出好成绩的天才太少了，绝大多数人都跟我一样，我们都是普通人。所以学生不努力念书就很难取得好的成绩，那没有好的成绩就意味着将来会遇到更多的麻烦。这一点我不用多说，你们都知道。而想偷懒的话，你以后会遇到更多的麻烦事情。而更重要的是，现在你不努力，那么很多事情你就只能无能为力了。比如说，你连保护你爱的人这种事情就做不到。最近奥运会励志跳水冠军，广东的全红婵，一个只有14岁的小女生，因为家里穷，自己还小，然后拼命地练习跳水。拿到冠军之后，她说因为想要赚钱给妈妈治病，虽然很现实，但的确很有用，因为她拿到了冠军，所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很快就有许多人愿意帮助她，也因此让家里人都得到眷顾。她的家里人更是直言，要不是因为她拿了冠军，都不知道家里的亲戚这么多。所谓富在深山有远亲，穷在闹市无人问，这就是现实。如果他不努力呢？没有这个冠军的荣耀，他不会被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看见，更不会有太多人在意这样一个普通家庭。不努力
他全家的生活可能都会和从前一样贫苦跟艰难，他也没有办法保护好自己爱的人，没有办法给妈妈最好的治疗。你说他有没有突然想要放弃，不想要努力的时候呢？大概也会有吧，毕竟她也只是一个14岁的女孩，也是一个喜欢玩游戏、爱吃辣条的普通小孩。她并不完美，但她足够努力，所以我觉得她很真实，很可爱。她克服了自己的惰性，坚持训练，并且最后赢下了比赛，拿到了让世界瞩目的跳水冠军。努力当然很难，也并不会太快乐，并且所有的成就都不是随便就可以拿到的。我选乒乓球，所以这一届奥运会我也有看比赛。我们的队员即使赢了，但也不是随便就赢了，因为只要你看了比赛，你就会知道对手都很有实力。我们的运动员赢的每一分都是在训练场无数次流汗练习，而最后实力赢的。他们都是普通人，经过努力才成为了传奇。你说他们有没有想过突然不努力，想要放弃的时刻呢？我觉得应该也有吧，因为每个人都会有。只是有的人选择了放弃，有的人选择了继续努力。努力当然会很累，躺下当然会很舒服，但两者选择后面的人生也会有天壤之别。努力当然很难呀，但正是因为很难，所以才会有人成功，有人失败。刷手机很快乐，追剧很快乐，躺着打游戏很快乐。但是当你不努力，人生的下半场，你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会毫无还手之力。因为不努力，就没有办法有底气地站在喜欢的人身边。不努力，就没有办法照顾好你所爱的家人。不努力，你就连自己喜欢的东西都不敢买。所以此刻，如果你突然不想努力了怎么办呢？听完这篇文章，我希望能够给你一些勇气吧，以及坚持下去的动力。突然不想努力，你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，但是别因此而沮丧颓废。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不需要努力也可以过得很好的人，但是你最好要知道，这个人可能不是你。文章分享来自于男友先生，突然不想努力了怎么办呢？我想大家如果有得选的话，可能没有几个人愿意去努力吧。能够躺平，谁不愿意去呢？每天刷手机打游戏追剧太快乐了，而努力很累。其实我觉得努力它最累的不是说你要去做什么，而是在你努力的这些年，你可能短暂的看不到什么未来，你可能看不到什么结果，所以这样的努力会让你很挫败。但的话也想跟你说，别放弃，真的别放弃。如果多话不努力，我相信你们也听不到我的节目，对吧？
我也不会陪你们从初高中到大学研究生，到毕业找工作，到结婚生小孩。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听到这一期节目的你们继续努力吧，好不好？如果很累了，短暂的休息一下，但是千万不要沮丧颓废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也会继续努力，继续的去陪伴你，你也要一直加油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好姑娘对你说晚安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谢谢你的收听。